各位朋友，人家都说冲冠一怒为红颜，可是呢，新加坡最近呢冲冠一怒为阿三啊，他呢政府竟然出面大骂中国的网友，因为中国的网友讽刺呢说新加坡的印度人是越来越多，干脆新加坡改印加坡算了。新加坡的部长都出来骂街了。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7日报道，针对网络近期流传视频诋毁本地印度族群，并暗指他们在本地不受欢迎，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指有关论述是无稽之谈。他提醒新加坡人务必对这类企图挑拨和分化我国社会的贴文保持警惕。小编评几句，新加坡这波操作怎么看都像在给印加坡的说法掀柴。一边是网络上关于印度社群融入问题的真实讨论被扣上无稽之谈，挑拨分化的大帽子，一边是新加坡部长急吼吼出来维稳，却对民众切身感受避而不谈。当小红点越来越像小印度，执政者不去平衡族群利益，反而忙着堵老百姓的嘴，这才是最大的分化。真怕那天坡县连国庆阅兵都得跳宝莱坞了，到时候别说印加坡，怕是直接改名叫新加坡帮。台湾的这些名嘴们啊，这个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台湾的这些名嘴们也看不下去了。你新加坡，你这么一国家政府，你跟那个中国民间的网友，你置啥气呀？你这是破防了吗？你这是恼羞成怒了吗？另外带大家来关注新加坡。好，其实这个议题已经在网络上延烧好多天，我也观察了好多天哦。比如说这个上个礼拜啊，这个南华早报几乎天天都在讲这件事情哦。那这一天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些评论出来了，所以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下。来看到这个新加坡是不是有所谓的内政失能，但是他甩锅中国哦，一句这个印加坡让新国的这种官方破防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它原本呢是这个，包括我们引用的是他们狮城新闻6月10号的标题，它标题就写说这个海外疯传这个新加坡变印加坡，好牛车水的这个地方哦，视频也被恶意剪辑，官方呢彻底怒了。好，就是这种类似的影片在网络上呢，在这个社群平台疯传哦。那这个标题就写说这个新加坡变印加坡了。那个报道内容说，海外各大主流社群媒体上头突然掀起针对新加坡舆论的这种诡谲风暴。哦，这是他们新加坡媒体自己写的哦。他们引述说，这些的文章内容都说新加坡街头印度人已经多到吓人了。好，新加坡要被印加坡了，而且呢，还有人用非常侮辱的字眼哦，说这种提高街头咖喱浓度这种侮辱性的比喻来影射这个新加坡当地印度裔人口增长哦。好，那来看到这个也是相关的贴文啊，说这个印度裔的朋友哦，在新加坡已经多到让人喘不过气了。那附上了很多的图片哦。好，新加坡官方看到之后非常生气，第一时间他们紧急启用了法律，叫做网络犯罪危害法令，用这个法向 YouTube、Facebook 跟 X 等社交平台发出了14项的这种遮屏屏蔽的指示，强制要求相关贴文相关字眼在24小时之内必须下架。而且呢，在新加坡的境内，他们的网络是看不到哦，要在他们新加坡境内全部下架。好，要求这些平台全面下架。看到这里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它主要是他们这个认为就是他们歧视印度裔的这种贴文非常不妥，而且新加坡呢，他们是高度倡导他们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好，那大家就说好啊，下架就下架，没问题嘛，对吧？但是大陆新加坡官方这时候他们有2位部长接连出来接受访问，因为事件在新加坡闹得很大。好，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这个部长讲的一句话，大家想说奇怪，你处理你们种族歧视问题你就自己处理嘛，你干嘛扯中国呢？我们来看到他说什么，就是这一位，他是这个律政部的部长兼内政部第2部长，他的名字叫唐振辉。他在6月6号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了，说这些贴文呢来自境外，新加坡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尤其外国人破坏我国享有并维护的种族跟社会和谐。好，来看到我们细细爬出他讲了什么，逐字打出来。好，唐振辉说，调查显示内容可能来自一个中国平台，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呢，在网络上引起很大的争议。好，有人觉得说，那你们自己
处理这种种族歧视的这种贴文啊，你下架就算了，你干嘛说它是来自中国平台呢？跟中国扯上关系。另外呢，后来他又补了一句，他特别强调，他说啊，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任何政府主导的行为啦。好，赶快缓和一下，认为这些内容很可能是一些外国人自发制作的。好，但是我就想要来请教了这个县长，还包括他们的这个新闻部长哦，他说视频不是来自新加坡，不符合事实。所谓印度族群在新加坡不受欢迎的说法是毫无根据，希望大家不要相信。好，但是你看，为什么他们官方在处理的时候，你新加坡要打中国牌来掩盖外来移民引爆的社会矛盾吗？好，那原本是说是民众恶搞啊，网民恶搞，现在成了政治阴谋。那这个外国网友自发性的行为，你也要算在中国大陆头上，由中国平台来背锅，这很奇怪，也让很多这个网友纳闷不解。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县长，县长怎么看他们官方的这种态度呢？新加坡在这几年呢，自己摧毁了过去在全世界大家认为新加坡是一个讲法治，而且是一个先进的国家。是，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新加坡是完全靠美国的，新加坡很骄傲地认为它引进了美国的制度，所以新加坡你也晓得，它官方语言其中有一个是英语，对，是英语，而且新加坡人讲的那个英文叫做 Singlish。对，这个我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大家都认为说新加坡的英文发音有特别的一种发音的腔调，但基本上关键就是说，新加坡人认为说他会讲英文，他是可以在亚洲唯一的国家可以跟全世界接轨的，好，所以他引以为傲。但是曾几何时，他自己认为最可以学习的对象、最可以依靠的对象，现在在全世界，现在形象慢慢再往下坠落。那新加坡呢，在最近也碰到许多的危机了，因为它的能源的危机，新加坡连水、什么石油、天然气，所有的能源都是民生必需品，全部要进来，甚至包括新加坡很多的农产品都必须要靠进口，因为它地方太小了。是，我记得我那时做县长的时候，新加坡有个官员来我这边跟我谈，他就说新加坡我将来人口要超过400万，可能将来到600万。那我说你土地根本不够大，你新加坡只跟台北市差不多大，那你怎么办？他说我们填海啊，填海，填海不要管它是不是迫害自然生态，意思就是你本来就这么小的一个弹丸之地嘛，你本来的人口就这么少，然后你要把人口变这么多，为什么？你想变成一个大国，但是客观上不可能，你没有任何天然的资源呐，你自己的粮食都养不活你自己的国人，你要靠你国际化。然后想在全世界占这个重要的地位很困难。新加坡科技发展也没那么强啊，对不对？它顶多是做自由贸易上面好，但是新加坡这几年他们所有的政府的人员的素质降得太低了，太低了。是我常常在讲啊，政治人物如果要做到大位置，自己本身能力又不够，那国力也不够强的时候，会做一件事，就是会哗众取宠，会摇尾乞怜。他希望用外来的一些语言能够去平衡他自己国内的内政的失衡，或者经济的表现不佳。新加坡现在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啊。现在新加坡是不是碰到大问题？是碰到大问题啊。他在全世界，他的贸易碰到问题，他的科技发展碰到问题，他甚至新加坡引以为傲的环保减碳，现在也碰到问题啊。是，那。你要晓得，新加坡这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在国际上来讲，你要继续维持你那么强大的影响力是很难的，非常难的。是，那你因为别的国家会认为说你的市场这么小，对我来讲没有需要。第二个，你能够对我的经济跟贸易跟科技发展有什么帮助？也不够啊。那所以新加坡是处于这种困难的处境，所以我认为新加坡这些的尤其黄循财，我觉得他能力根本是不及格的，他完全不及格。那新加坡这些官员呢，他不是一个文官制度好好培养起来的，而且新加坡的官员待遇非常的高。是，他是民意代表可以兼官员的，民意代表可以做官员的，那官员可以自己的生意还可以继续做，他这个体制是完全跟全世界的是不一样的。过去大家认为新加坡这样的政府最有效率的，我同意。那是属于李光耀跟李显荣这个时代，对。但是他们两位是真正的强人，有能力的人。
但到了今天，我觉得黄循财这些人是没有能力的，他也没有经过一个很正规的培养出来，所以面临到今天新加坡这么大的挑战，新加坡就很困难啊。政治人物没有能力去处理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我甩锅给别人嘛。那甩给谁最好？现在全世界最流行的就是像日本一样，像美国一样，欧洲一样。美国现在已经慢慢在改变了哈，甩锅给中国大陆嘛，这最好的理由嘛。但是你认为甩锅能成功吗？甩锅你要讲道理啊。你说这个所谓的平台，我告诉各位啊，只要用中文的平台，你都可以讲它是中国人的平台啊。那平台这个全世界平台这么的多，那更重要的是，现在讲的这个是不是一个事实？新加坡是不是一个事实？我们现在讲的是不是一个事实？印度人移民到全世界，然后印度人他的影响到全世界的所谓的文化跟生活习惯，甚至跟人才上的素质，是不是存在？是存在的嘛？是。那存在这个问题，新加坡人要处理这个问题，就不要怕人家笑你说变成印加坡嘛。没有这个事实的状况，随便人家给你取一个这个名字，他对你不会有伤害的。对不对？不会对你不会有伤害的嘛？你更讲到它是一个中文的平台啊，那不会有伤害嘛？那你又怕什么？你怕的就是说，人家讲的是事实，破防了。对你就完全破防了嘛？代表你能力不行，代表你的确对印度来到你新加坡的这个移民政策你是失败的，你是错误的嘛？是。那你破防了嘛？你破防以后，你要去甩锅给别人，只能证明你自己的无能。跟你没有应对的方式。是我们接下来呢关心到这个新加坡跟印度之间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现在说印度居然可能会占领新加坡，怎么回事？好，我们要请教介大使哦。你看到呢这个相关报道说，最近新加坡网络呢狂传疯传说新加坡被印度人占领啦，印加坡这个词都跑出来啦。那星岛头条呢就说了，根据当局的调查呢，这个贴文呢是非常有煽动性的恶意攻击新加坡的多元种族政策，其中啊就讲到说呢。这个贴文内容都来自境外，可能是呢不同的外国网民自己去制作传播的，但没有证据显示是哪一个政府去发动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那传递呢，现在他们想要灌输一件事情，就是华人更有权立足论调，7成华人国家的总统部长是印度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新加坡这边的这个相关的官员就说了，这些论述无稽之谈啊，不能代表新加坡人的真实想法。所以现在呢，直接警方出动对多个国际社群平台下达14项的屏蔽指示，不要让你看了。再来呢，在新加坡用户范围内呢，封锁这些敏感的内容。那现在呢，这个联合早报是新加坡最权威的中文报纸就发了一篇文章，夸赞说，哇，这个手抓饭很好吃啊，手先尝到，胃才准备好，手的温度可以让饭菜更香啊。大陆媒体分析说，量变可能会引起质变像是呢，这个现在不是在讲印加坡了吗？如果你不警惕的话，下一个马来西亚最终华人就会变成2等公民了。其实当然，新加坡政府他一天强调它是多元民族国家，他也很怕这些种族之间发生冲突啊。可是现在印度人事实上，我认为在新加坡人数已经几乎失控了，因为新加坡的人口我们分成3部分啊，一个公民，一个是永居，一个是什么居民。居民就是以持这个长期或短期签证在新加坡或者工作或者做什么这些自由职业的人啊。那你知道，如果说把这些非居民也就是在新加坡工作或者现在人在新加坡的还没有非新加坡的法律身份的这些人，一共加起来的话，印度人大概占现在新加坡总人口的15%到18%，也就100个人有15到18个是印度人啊。现在事实的状况，那不论他是什么背景，如果只算你是印度的，你是新加坡的公民的话，那华人是占了75%左右，那印度裔大概只有38万人，也就只占9%。也就是说，你做新加坡的居民公民跟居民的话，那印度裔有身份的只占了整个新加坡人口的9%。可是呢，你如果以非居民也算进去的话，那印度裔就占菲律宾目前就占这个新加坡目前人口总数的大概差不多15%到18%，人数一共有191万。
你知道目前居住在新加坡一共总人口有611万，如果中间有191万是印度裔的话，那数目已经很多了。不管你是居民还是永居，你是公民还是永居还是居民，可是你今天走到新加坡的街上，100个人里面就15到18个是印度人了。那我不晓得新加坡人是不是自己常常有去小印度街看过，你去街上看一看，完全印度人，98%，满街全部都是印度人。你坐那个地铁接近小印度的时候，你就发觉乘客就不断的换人，快到印度街的时候，那个已经是里面坐的大部分都是印度人。你一下来从地铁走出去，你就感觉你到了印度，全部是印度人卖印度产品，然后那个街上全部是印度文的招牌，没有英文也没有华文，很多都是印度文的招牌，就跟到了印度一样。走到那边，你觉得你到了印度去观光？我上次去了一下，我是很意外，哇，印度人怎么？还有零星几家还开在那个印度街上的商店，里面看起来老板是华人，可是大概已经剩下所剩无几了。所以那完全是印度人，是大到你会非常惊人，你还以为这是在新加坡吗？所以新加坡现在的问题就变成说，我就是说100个目前在新加坡生活的人，100个里面有15到18个已经是印度人了。所以我觉得新加坡现在有些网站上在疯传一些这些帖子说已经变成印加坡了，不是将来就变成印加坡。你要知道印度人的移民通常怎么样？去一个人以后，一家人就去了。一个小家庭全部去，然后就大家族全部去，叔叔婆婆姑姑全部都去，最后一个村子都去了，就是印度移民。而且他们最怎么讲，久了以后他们会怎么样？反客为主。你们这些人，因为上一次有一个网上传了一个印度人跟加拿大人冲突，在加拿大冲突的片子，那个印度人跟加拿大人说：“你们滚出，这不是你的国家，你们回印度去。”印度人说，对着加拿大人说：“请你们离开加拿大，这个不是你们国家，这是我们印度人的国家。”所以就变成印度人是很具威胁性的。如果人数到一个程度，所以新加坡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网上的这些文章啦。不过新加坡政府还是要顾全大局嘛，所以才会叫他们联合早报做这样子的一个宣传。是，不过呢，实际上刚刚讲到70%华人70%的人是用筷子的啦。中天的名嘴这个周锡伟包括什么谢文吉都觉得新加坡这次呢，政府出面来说这事儿，简直是丢大人了。你不是民主政府吗？怎么民主政府这个管人家在网上怎么说呢？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